家人们快看，万众瞩目的婚礼即将开始了。装的好头，来，大家看看这个酒。这个酒啊，可是新郎在自家的酒庄里特地运过来的，这市场上可是买不到的。来，我们往这边看，看这个鲜花。哇，这个呀，可是我们新郎特意挑选的，特别符合我们不是阿离的喜好。你们往这边看。网友问：现场怎么不多摄像师？这些呀，可都是新郎特地请来的自媒体。这先生说了，这次婚礼要昭告天下呢，家人们，你们也要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哦。给你赞。看，今天已经持续热搜第一了。有人问季先生的真实身份。大家猜的没错哦，一直以来的季先生就是季氏集团的继承人季寒夜先生。新郎来了。哎，来了，快拍！美好的时刻已经到来，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6位主角，掌声有请新娘入场。阿离，请问季寒夜先生，你是否愿意娶你面前这位小姐为妻？无论贫穷富有，无论健康疾病，你都永远愿意陪在她身边。我不愿。我不愿意。新郎一定是内心太紧张、太激动了。我说，我不愿意。寒夜，你在开玩笑吗？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结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派过来。这个女人是我一个朋友，不，现在应该可以说是我的对家，照着我的爱人的模样找的。我假意上当，暗地里怂恿她建立账号，不停给她投流，只为了今天的直播。江清离，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妻子，无论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做什么，我一定会找到你。你答应过我，会永远留在我身边的。直播间里的人，如果有人知道如今江清离在哪里，并且提供相关信息，我愿意给予丰厚的报酬。谢谢你们。中断所有直播。今天的事实不允许任何媒体报道。景寒夜，你太让我失望了。寒夜，你爱过我吗？从未。
靖哥，您何必弄这一出呢？找江清离的办法有很多，您这一下可把阿姨气得够呛。只有这样，才能被更多人看到。网友们也会帮我找阿离的下落，只要他能回来，其他一切我都不在乎。韩烨，你疯了！你不方便，用意大利语说。Sei davvero con Union Stavi cercando di salvarla. Ti ha abbandonato con un altro uomo. Stai per tornare insieme a lei? Non la sposerò. Sposare un vecchio. Non posso supportarlo. Che dire di Jiang Qingyi? Era l'unica con te. Ti ama così tanto. Vediamo tutti. Creare un nascondiglio. Non lo saprà mai. Quanto tempo puoi mantenere il segreto? Una vita intera? Vuoi davvero sposarti? Blocca questo messaggio. Le darò una falsa licenza di matrimonio. 阿离，公司里有点事，你先在这里下车，打车回家好不好？没人知道，我为了进行业早就学会了意大利语，所以他和江爷说的每一句话都能。静寒夜是高高在上的少爷，我是佣人的女儿，可从我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但我知道，静寒夜喜欢的是他的青梅竹马尤念生，甚至在17岁那年，为了救他，在一场车祸之后意外失明。寒夜哥哥，寒夜哥哥，寒夜哥哥，你醒醒！寒夜哥哥，我贴身照顾了他7年，在一位名医家门口跪了3天3夜。才终于求得他出山。起来吧，姑娘，我答应你了。治好了静寒夜的眼疾，让他重返顶峰，成为静氏集团的继承人。阿离，谢谢你，谢谢你。但我没想到，他居然和抛弃过他的尤念生领证了。这些年，无论静家人如何嫌弃、阻拦、离间，我都从未想过离开。但现在，郑夫人，我愿意接受你给的5000万，彻底离开静寒夜。白纸黑字，落笔无悔。你签完字后，我会先打1半的钱到你账户，剩下的1半，在你离开的当天会转账给你。但是你拿到钱后，要保证这一辈子永远都不能出现在寒夜的面前。你明白了吗？算你识相，我只给你2个星期的时间。隐姓埋名还是出国，都随你。你必须想办法让寒夜
永远都见不到你。明白，静夫人，你放心。静寒夜体质特殊，闻不了桂花味。只要我去了桂城，他便再也无法见到我。阿离，我要出差，这几天就不回来。在岸的对面是花季，光明后面是旖旎，正义邪恶是谁有权定义？你辞职了，还拿了户口本。哦，最近太累了，就辞职休息一段时间。户口本是因为还有些手续要去办。这几天我太忙了，没什么时间陪你。过2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明天带你去拍卖行，挑几件礼物。嗯。2500万，还有吗？2500万一次，2500万2次，还有再加价的吗？哦，2600万，还有吗？2600万2次，2400万，2700万1次，还有加价的吗？成交。今日最后一件拍品售出，本次拍卖会圆满结束。我先去一趟洗手间。好。这不是我们的尤大小姐吗？哈哈，当年将仇报抛弃了静寒夜，现在落得这个田地，你说这是不是报应啊？啊？听说你爸爸要把你嫁给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子，看还有几分姿色，不如跟了我们，怎么样？靳总，我们知道错了，你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们吧啊！滚！以后再敢出现在他面前，后果自负。有没有受伤？寒夜哥哥，我脚崴了，好疼啊！你没事吧？你头流血了，快打120！哦，阿离，疼吗？要不还是叫医生来看看，别留下疤痕。没事的。阿离，你是我放在心尖上的人，你受了伤，我只会比你更疼。更何况，将来你的手还要戴婚戒的。你好，主要。
南亭江畔703方向，现在过来。叫我过来，有什么事？阿离，昨天那2个小混混，是你叫来故意去找麻烦的吗？不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也没有心思做出这种事情。阿离，尤念生当年决定抛弃我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彻底放下了他。你和我在一起7年，应该知道我心里的人是谁。尤家落魄，谁都可以上前踩一脚，但这个人不该是你。你没必要为了我去为难他。我是个瞎子，我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少爷，有我陪着你。是啊，在一起7年了，我怎么才知道你心里的人是谁呢？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只是一个佣人的女儿，我有什么本事、人脉去找来这群人，欺辱一个大小姐？阿离，你的能力我很清楚，除了你，没人有这个动机。既然你不相信，那就直说吧，你要我怎么做才行？道歉。阿离，你做错了事，就得说对不起。道歉就免了吧。你如果真心实意觉得对不起我，把那些酒喝了就好。少爷，别喝了，对身体不好。如今连一个佣人的女儿，居然也敢来管我，当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吗？好啊，你把这酒喝了，我就听你的。少爷，你明知道自己对酒精过敏，为什么还要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因为我担心你啊，少爷，你的眼睛迟早会看见的。就算好不了，我也会永远陪着你。所以，你不要颓废，好不好？好，我会戒酒。就这些酒，怎么能够体现诚心呢？再追加自罚，这样够了吧？够了，这就够了。算我道完歉了吧？够讨你的心上人欢心了吗？阿离，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早就和你说过了，我和尤念生已经没有任何干系了。
但你这么针对他，只会被抓住把柄。靳家更不可能会同意你进门。靳家不同意我这个佣人女儿进门，难道就会同意让以怨报德的尤念生嫁进去吗？可只要尤念生一句话，你不还是和他结婚吗？一切都不过是不够爱的托词罢了。阿离，半夜，我头有些晕。我得去医院，你找助理来照顾。我说过了，会议全部推迟。你先去忙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阿离，你忘了吗？当年你也是这样照顾我的。当年，靳寒夜因为失明，就像弃子一样被家族抛弃，只有我每天会自学盲文教他。来，摸一下，给他准备各种好吃的。少爷，喝碗鸡汤吧。只可惜回不到过去了。江小姐，该去复查了。我和阿离是真心相爱，彼此喜欢。我不在乎他什么家世背景，你们不要再白费功夫了。我一定会娶她，她也不会离开我。什么叫会离开？你知道吗？焦经理前几天已经答应我要离开了。怎么了？看来他没听清。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再为了我吵起来。检查结果怎么样？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可以出院了。好，没事就好。明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宴，你会来吧？不是因为靳总不要，我这辈子都不会来参加这个佣人女儿的生日派对。嘿，说出去啊，掉价。也不知道靳总看上他什么了，一身小家子气，穷酸味儿，熏死人了。还是靳总有情有义，要是我拿点钱打发算了。就是这要真娶回家，那才叫有辱靳家门楣啊！如果不是怕靳寒夜察觉到异常，我才不会来。哎，你看，原来靳总跟他出去是去接尤小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感情还真好啊。那是，人家可是真正的青梅竹马。看看人尤小姐这气质，模样，和靳总多配。原来不是破镜重圆，而是从未忘怀。江小姐，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不请自来，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我还备了一份大礼呢。他叫阿离，很可爱吧？麻烦你把他牵走。寒夜，江小姐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呀？要不我还是先走吧，不打扰你们了。生生也是一片好意啊，阿离，你不是挺喜欢小动物吗？收下吧。郑秘书，我穿着高跟鞋不方便，麻烦你帮我牵一下小狗。真是不懂规矩，喜欢拿桥啊！
以前的我的确喜欢小狗，但自从几年前为了给静寒夜求医被狗咬伤，就开始害怕了。只是为了不让他担心，我从来没说过。不过，想必你也不在乎吧？江千里，来吹蜡烛。哎，江小姐，你和阿离同一天生日哎，不如你们一起庆祝吧。那不如让小狗来许愿吹蜡烛，大家唱生日歌给他，我就不打扰了。阿离，今天是给你办的生日宴，你要走，像什么样子？你要走，像什么样子？江小姐，靳总都开金口了，你可不要扫兴了。就是啊，江小姐，你高抬贵手，没面子。来来来，大家给江小姐一起唱个生日歌啊！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寒夜，我被阿离抓伤了，会不会得狂犬病啊？你送阿离去医院处理伤口。阿离，江小姐可真会起名字呀。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他才像是那个丧家之犬。你可别侮辱阿离，阿离多可爱呀，可不是什么都想攀高枝的赖皮狗能比的。江经理，生日快乐！你每天点赞我的朋友圈，那应该已经知道韩燕已经和我领证了吧？他还说了，会在马尔代夫给我一场婚礼，重现当年我们的畅想。我也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韩燕的眼睛也不会重见天日。谢谢你替我照顾我老公整整7年呢。阿离，我还有些事要处理，你伤得重吗？要是很疼就告诉我，我马上回来。静寒夜，从今往后，我都不再需要你了。希望可以复明，希望生生一切安好。In the dark, with no light to save me. 阿离，这是我复明以后赚的第一笔钱给你们的，希望你一切安好。Spirits are slowly weak. 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东西，静寒夜，我还给你。
阿离，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呢？你和他来这儿干什么？我好久没听寒夜弹琴了，他说钢琴在老宅，我们就来了。张小姐，这儿你熟，你带带路吧。这儿与当初我和阿离在的时候一模一样。阿离，你还记得我？我不记得。这个东西，之前不是一直在书房吗？怎么挪到这儿来了？你看不见，很多记忆就像幻觉一样，是错乱的。就像我以为你是爱我，实际上我只是导盲杖，绝境之下可以依靠，风鸣之后我也就无关紧要了。阿离，钢琴就在那儿，你们自己去吧。这是第一次见静寒夜时的那首曲子。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我不会再爱上你。寒夜哥哥，怎么了？没什么，看错了。手续终于办完了，飞机也订好了晚上的航班，拿上行李就可以出发了。阿离，这是什么？你不是在陪尤念生吗？怎么回来了？阿离，你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我说过，我和尤念生没有任何干系。好，那是我误会了。今天晚上静家家宴，你跟我一起去。很累吗？要不先午睡一会儿，我陪你，好不好？好。阿离，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得到静家的认可，娶你进门。知道了，快去睡吧。生生别闹。喂，静夫人，我已经到机场，马上离开。好，只要你不出现在今晚的家宴上，剩下的钱我都会打到你的卡上。那就再见了。不，静夫人，是再也不见。
你放心，无论你是否复命，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阿离，阿离，我能看见了。阿离，我能看到了。为什么我看不到你啊？阿离，阿离。阿离呢？江小姐，她不是和先生您在房中休息吗？她不在。阿离，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快出来吧！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阿离，之前是我不好，但我和生生真的只是朋友关系，相信我好不好？王妈，王妈，王妈，家里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先生，其实前几天在打扫的时候，发现江小姐的东西好像都不见了。你是说江清离走了？不可能！不可能！阿离，你到底去哪儿了？喂，我是金寒夜，请问阿离在你那儿吗？啊？你在说什么胡话？阿离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喂，请问阿离在你那儿吗？不在我这儿，没看到啊。我们都好久没有联系了。靳总，你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知道？Ti ha abbandonato con un altro uomo. Stai per tornare insieme a lei? 王妈，阿离有学过意大利语吗？江小姐这些年一直在学，还请过家教。先生，你们不知道吗？原来阿离那个时候就听懂了我们的对话。原来阿离那个时候就听懂了我们的对话，早就知道我和尤念生领了证。尤念生，那不过是我曾经的一股执念，气不过他跟着别的男人离开我爱的人。自那年失明后，只会是江清离。可是阿离，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别怕，金寒夜，我会永远陪着你的。永远吗？只要你不做对不起我的事，当然会是永远。我才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阿离，那就说好了，你要永远陪着我。可究竟是什么时候变？寒夜哥哥，求你了，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以为不过是随手拯救了曾经抛弃我的人，江清离还是会理所应当的在我身边。可我忘了，他能义无反顾奔向失明的我，也绝不会委曲求全。阿离，是我不好，我不应该为了别的女人这么对你。你想如何对我都可以，打我骂我怎么样都好，只要你能回来。江清离，我一定会找到你，不论天涯海角，你都只能是我的。
哇，咱们公司什么时候来了个大美女啊？难道是传说中总裁特意从首都挖来的总监？你好，是江庆怡。你好，我叫孙思敏，你的室友。思敏你好。没想到居然还能跟大美女当室友，这简直就是开盲盒，开到了限量款呀！哎，青妮姐，晚上我跟我的好姐妹一块去聚会，咱们一起呗。好。干杯！我跟你们说啊，我那个奇葩前男友分手后跟我发什么恋爱账单，让我陪他恋爱花销，都他喵的精确到分了，你们敢信？这算什么？我前男友自己长得像合同，还 PUA 我不够有女人味。青梨姐，你这么漂亮，应该不会有男人忍心伤害你吧？韩烨，你疯了！你不方便，用意大利语说。Sei davvero con Union Stavi cercando di salvare. Ti ha abbandonato con un altro uomo. Stai per tornare insieme a lei? Non la sposerò. Sposerò un vecchio. Non posso supportarlo. E dire di Jiang Qingyi era l'unica con te. Ti ama così tanto. Vediamo tutti. Creare nasconderlo. Non lo saprà mai. Quanto tempo puoi mantenere il segreto? Una vita intera? Vuoi davvero sposarti? Proca questo messaggio. Le darò una falsa licenza di matrimonio. 哎呀，你们提那些臭男人做什么？来来，喝酒喝酒啊！干杯！干杯！抱歉啊，青妮姐，昨天晚上大家都有点喝多了，说话有点不过脑子。没事的，喝不喝咖啡啊？啊，那你等我洗漱完就过来。静涵也有病吧？之前不是和他那个白月光和和美美的吗？你走了之后，就像突然打通任督二脉一样，意识到你的重要性了，真笑死了！真以为自己是追妻火葬场男主角啊？追悔莫及几下就能重新把爱人追回来？隔三差五就来找我，问我你去哪儿了。不过你放心啊，姐妹，我不可能跟他说你位置的。哦，对，1个月前静涵夜还在他家晚宴上和他妈大吵了一架，我当时听了个大概，好像是在怪他妈妈逼走了你。这男的果然有病啊，跟他妈有啥关系啊？还不是他3心2意，还妄图欺骗你吗？最近还天天酗酒，好像前2天还喝到差点胃穿孔，都进了 ICU 了。要我说呀，他还是运气太好了，怎么不喝死他？蜜姐，那我去上课啦。咖啡在桌上。谢谢经理姐的爱心咖啡。那我走了，路上小心啊！以后跟静涵夜有关的消息，不用再跟我说了。阿莲，静涵夜，你为了那么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这什么样子？算了吧，金哥，放过彼此吧。江青离都走了1个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他肯定是故意的，何必为了一个下人搞成这样？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他可是拿了5000万才愿意走的。我知道，你是念在他在你失明的时候伺候过你，可是你想过没有？7年5000万，这天底下到哪去找这么划算的买卖？她不过是一个保姆的女儿，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她什么。少爷，我爹司机说你喝进医院了，你不是答应过我要戒酒的吗？
而且你才刚复明，要是又出什么问题该怎么办啊？这是我回到集团后的第一笔订单，只有拿下了，才有成为继承人的可能，才能给你幸福的生活呀。不在乎你是不是继承人，我只要你健健康康的。你可是季氏集团的继承人，怎么能自降身份和一个下人搅在一起？好，好，好，你不听，我也不管了。其实以你现在的身份，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靖哥，没有必要一直抓着江青离不放。你应该让他知道，你离了他会过得更好，会有更多的女人，而他离了你，什么都不是啊，到最后还不是得灰溜溜的回来。再不济，我给你找几个长得像他江青离的女人，你回来再调教调教，都一样嘛，你说是吧？这个江青离，靳寒夜都瞎了，还能这么死心塌地的陪着他？一个瞎子，只不过是豪门的弃子，这也要巴结？下人的孩子，奴性难改。哎哥，珊珊怎么没来啊？玩腻了呗。上次你俩那么亲密，我还以为你找到真爱了啊！咱这个圈子里人呀，什么样的女人都是玩玩而已，谈什么真爱？哎，江青离你还记得吗？靳寒夜家里的小女婆。哎，对，听说他现在还在帮靳寒夜求医问诊呢。嘿嘿，算一算，这也伺候7年了吧？还有这回事儿？难不成是真爱？就凭靳寒夜那个瞎子，你说这话怎么这么酸呢？嫉妒啊？放屁！只要诱惑足够多，我就不信靳寒夜不动心。谁能想到，我们给靳寒夜推荐了那么多女人，可哪怕傅明成为炙手可热的圈内大佬，他也没有对别的女人动过心，一心一意宠爱着江青离，直到尤念生回来。金哥，快看，谁来了？寒夜哥哥。Yeah. Oh. I only run away. 我还当靖哥是什么柳下惠呢，原来还是抵不过白月光啊！真想知道江青离知道以后的表情。他也应该认清，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爱。现在江青离离开，
本来以为静寒夜会彻底放纵，没想到疯成这样，连我们说几句也说不得了。给我滚出去！今后再敢对阿离出言不逊，我不保证会不会对你们的家族做什么。金哥，好好休息，我们不打扰了。看清楚这个女人的样子，去给我找个像的，越像越好。我倒想看看，这下静寒夜还能怎么装？靳总，医生嘱托最好再多住1天，您确定要提前出院吗？去办出院手续，别让我说第二遍。是。30天后再见。寒夜哥哥，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我愿意。只是离婚多少有点不光彩，可不可以暂时不要对外说？和尤念生的离婚30天冷静期已经过去了，我必须要尽快拿到离婚证。江青你很贱，你收到那些消息怎么不干脆去死啊？还玩什么失踪？这都1个月了，金平叶怎么还没有放下他？这个贱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不过还好，我早就怀孕了，现在已经3个月。胎相已经稳固了，只要我和靳家说了这个消息，靳寒夜他闹出颠跻也不会再和我离婚。你吃什么醋呀？我最爱的一直都是你啊！虽然这一胎怀的是他的，但是下一胎一定怀你的，好不好？寒夜哥哥。你身体不是还没好吗？怎么出院了？你在跟谁打电话？我刚才和朋友打电话，他问我最近 King 家的新品有没有喜欢的，只是我一想到要和你分开，就有些难过，所以随便应付了他几句。怎么了吗？你骂谁贱人呢？谁又在跟你吃醋了？没有啊，寒夜哥哥，就是我朋友说，我一直陪着你，没有陪他去逛街，所以吃醋了而已，并没有骂什么贱人呀。你在背后到底做了什么？别逼我主动去查，你一定是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才将阿离逼走的。我没有，我也是，你和我说了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我什么都没有做呀，寒夜哥哥。尤念生，你最好乖乖说出来，你知道的一切，不然你知道我不是什么心软的人。为什么？从前，只要我一哭，你总是比谁都要焦急。可现在，你的眼中只剩下了漠视。寒夜哥哥，我什么都没有做，你相信我好不好？江小姐人那么好，你又帮了我这么多，我感激你们还来不及呢，我怎么可能对她不好？虽然江小姐一直都不喜欢我，
这次闹脾气也闹得有点久了，可是寒夜哥哥，你不能因为他的离开就这样对我呀！尤念生，你是不是向来觉得我对你心软？你挤2滴眼泪出来，我就会将这件事情一笔带过。不是的，寒夜哥哥，是我真的没有做错什么。反正寒夜哥哥也不一定全听到了，就算听到了，大不了说是我朋友说的这些话，我只是在劝架罢了。只要寒夜哥哥不计较这些，再透露出自己怀了孩子之后朝夕相处，加上之前的情谊，我总有办法让寒夜哥哥心里只有我一个人。你还真是死到临头不知悔改，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性格是吧？尤念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不要你的消息告诉你家里人吧，相信他们应该很乐意带回去嫁给你。不要告诉他们！我说，我什么都说。说吧。你可以看我手机，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是你们误会了。还好我聪明，早就把挑衅江青离的消息都删除了。给我找一个专门做手机维修的，我这里有一部手机，1天之内给我恢复所有的数据。寒夜哥哥，我求你了，你相信我，你相信我这一次，不用送去恢复数据的。还有，查清楚尤念生之前究竟对江青离做了什么。阿离，你还在是不是？秦总，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你可能不知道吧，这是寒夜哥哥最喜欢的地方。等会儿要做什么，我就不给你拍了，怕你接受不了。你说你一直装傻有意思吗？知三当三的滋味如何呀？反正你这辈子都是见不得光的小三。实在不行，你求求我，我让寒夜哥哥多去你那里几次，怎么样啊？手机摔坏了，真的修不掉。拍卖会那次的几个小混混，是尤念生自己找来的。
做的事情，那都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会口不择言的跟他说出了那些话。归根结底，我也只是想名正言顺的站在你身边呀，寒夜哥哥。我不止一次的告诉过你，我帮你的事不允许都在阿离面前说。你是听不懂吗？如今你把阿离给逼走了，你就该承担后果。寒夜哥哥，我怀了你的孩子，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我求你饶了我，行吗？我当然知道你怀孕了，可是那又如何？一个孩子而已，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给我生孩子啊？更何况，把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打了，才更好怀那个男人的孩子，不是吗？如今尤家早就今时不同往日，随时会破产。如果我不能保住孩子，就彻底没办法坐稳靳太太的位置了，甚至很可能被送给那个老变态玩弄。靳太太最注重孩子，只要她知道我怀有身孕，一定会想办法保下我的。乖乖把孩子给打了，离婚手续我已经办好了。你同不同意都不重要，别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花招。寒夜哥哥，等我找回阿离，你最好好好跟他道歉。他要是愿意原谅你的话，我或许可以给你一条活。不行，我的孩子，这也是你的孩子呀！都尚且不识字，你真的就这么狠心吗？孩子不过是一个没成型的胚胎罢了。要是留着这个东西，我和阿离就彻底没机会。你死了这条心吧，啊！把这个女人拖去医院。不要，不要，寒夜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让我把这个孩子留下来，我一定不会打扰你和江青离的，我求你了，求你了。没了，我以后可怎么办啊？对不起，阿离，你不是不喜欢我喝酒吗？你快出来阻止我呀！阿离，关叔。
少爷，阿离，你叫谁？这位少爷，少爷，这位少爷，少爷。 怎么是你点头？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了？你先擦擦。 你在这工作吗？辞了，跟着我给你10倍工资。你把我当什么人啊？太像了，简直和大学时的阿离一模一样，简直是完美的替代品。 不行，如果被阿离知道我跟这个女孩纠缠不清的话，我和阿离就彻底没可能了。只要我不对这个女孩做什么，看看她那张脸而已，应该就没什么关系吧。 等阿离被我重新找回来，我就想办法把他送走。这一次，永远不会让他出现在我的面前。刚刚来我房间的同事，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季总，这姑娘叫文芝，名牌大学生，说是病重，咱这边工薪比较高。 偶尔他还有个小费拿，没办法才来咱这儿打工的，也就做点端茶倒水的小活。马上把他带过来。好的。别用这个神情看着我，我又不吃人，留在我身边，你母亲的医疗费。 我全权负责，只是你的穿衣打扮全部都得听我的。我需要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只需要陪着我，我会帮你解决一切。而第一件事情就是答应我。不要再离开我。 你快来，青姐，你快来看，你看，你看，这个博主跟你长得好像啊，还真有点像，是不是吧？不仅长得像，连穿衣打扮都像。这要不是个情侣博主，我还以为青妮姐你背着我偷偷录 vlog 呢。情侣博主？对啊，这个博主最近在网络上可是爆火。简单的来说，就是病重的妈、跑路的爸，还有贫穷的他。博主因为生活所迫，在夜店打工的时候，他的霸道总裁男朋友季先生对他一见钟情，救他于水火之中，从此
开始了一段甜蜜生活。你哪来那么多词儿啊？哎呀，你别笑，你看他这个总裁男友长得还很帅呢。你看，你看。你看看这俊男美女，有钱有颜，简直就是小说里走出的男女主啊！怪不得能成为千万博主。这个博主叫阿离。对啊，这个博主之前的视频里有提到过，说她男朋友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觉得她像个小梨子一样可爱，所以就叫她阿离啦。哦，对了，她这个男友可不一般，这个季先生据说就是季氏集团的继承人季寒夜。哎，好，这个博主更新视频了，经理姐，你跟我一块看。Hello， 宝宝们，今天是我的生日，谢先生特别为我包了这个豪华酒店的宴会厅，为我举办生日晚宴。现在呢，我正在这个豪华套间里面休息，大家一起为我的生日晚宴做准备吧。这套首饰呢，是介先生为我在拍卖会上拍下来的。他说看到这些钻石，就好像看到我闪闪发亮、专注爱他的眼睛，所以就买下来给我了。文志，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酒店，还是我们芝芝命好，碰到靳总这个一往情深的高富帅，我们也跟着享福了。哎，芝芝啊，你怎么选了这件礼服啊？我记得你之前最讨厌青色了。是啊，你不是说这青色蓝不蓝、绿不绿的晃眼睛吗？今晚你穿这件。可是，你答应过，穿衣打扮全部都要你。寒夜说我穿这个颜色好看嘛，我想让他开心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寒夜应该已经在宴会厅等我们了。靳总好帅啊！这阵仗肯定有惊喜。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阿离，
我愿意。宝宝们，婚礼在半个月后，到时候全程直播，大家记得来看哦。我又相信爱情了，老天爷，信你愿一生荤素搭配，恳求你也赐我一个这样的霸道总裁吧。思敏啊，这些视频呢，看一看就好了。他们都是想把自己展现出来的一面拍出来，然后再剪辑。而且，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介先生是渣男，哎呀，青梨姐，道理人家都懂嘛，可是人家偶尔需要一些工业糖精下饭呢。还是说，青梨姐，你有点羡慕嫉妒恨啦？哎，你是不是也想找个帅哥谈谈呢？思敏，我不羡慕，更不会嫉妒恨。好的爱情不是别人眼中看上去好，而是彼此心中有多真。如果一个人的努力能被看见、珍惜，并且得到同样的回应，那么再平凡的日子也会熠熠生辉。我要的爱情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向奔赴。青梨姐，哎呀，其实吧，是人家身边刚好有这么一个帅哥，想问问你感不感兴趣来着？哦，有帅哥不自留，你舍得？这个还真没办法自留。哎呀，要不咱们还是先做饭吧。刚刚看视频耽误这么久，我肚子都咕咕叫了。好，出了下车吧。家人们快看，万众瞩目的婚礼即将开始了！风好风，来，大家看看这个酒，这个酒啊，可是新郎在自家的酒庄里特地运过来的，这市场上可是买不到的。来，我们往这边看，看这个鲜花，哇，这个呀，可是我们新郎特意挑选的。特别符合我们不是阿离的喜好。你往这边看，网友问现场怎么不做摄像师？这些呀，可都是新郎特地请来的自媒体。这先生说了，这次婚礼要昭告天下呢，家人们，你们也要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哦。给你赞。看，今天已经持续热搜第一了。有人问季先生的真实身份，大家猜的没错哦，一直以来的季先生就是季氏集团的继承人季寒夜先生。新郎来了。哎，来了来了，快拍！美好的时刻已经到来，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6位主角，掌声有请新娘入场。
阿离，请问静寒叶先生，你是否愿意娶你面前这位小姐为妻？无论贫穷富有，无论健康疾病，你都永远愿意陪在她身边？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新郎一定是内心太紧张、太激动了。我说，我不愿意。韩月，你在开玩笑吗？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结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派过来。这个女人是我一个朋友，不，现在应该可以说是我的对家，照着我的爱人的模样找的。我假意上当，暗地里怂恿她建立账号，不停给她投流，只为了今天的直播。江清离，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妻子，无论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做什么，我一定会找到你。你答应过我，会永远留在我身边的。直播间里的人，如果有人知道如今江清离在哪里，并且提供相关信息，我愿意给予丰厚的报酬。谢谢你们。中断所有直播。今天的事不允许任何媒体报道。景寒夜，你太让我失望了。寒夜，你爱过我吗？从未。靖哥，您何必弄这一出呢？找江清离的办法有很多，您这一下可把阿姨气得够呛。只有这样，才能被更多人看到。网友们也会帮我找阿离的下落。只要他能回来，其他一切我都不在乎。怎么了，思明啊？青离姐，你好像上国内热搜了。没错，静寒夜就是我的前任。我们分手以后，就直接来了桂城。那也就是说，我之前让你看那个博主的视频，其实就是让你再看你的前男友跟他的现女友真爱。没事，反正你也不知道嘛。哎呀，我真是个猪脑子，没想到他还真是个渣男啊！你俩明明都分手了，还闹这么大动静，这不是纯纯给你添堵吗？是有一点了，不过因为他体质比较特殊，所以他来不了桂城，也就没有太大影响吧。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感觉他好极端呀！万一他真的找到你，缠上你怎么办啊？你看看这些照片，传的到处都是，
而且连你的大名都带上了。过不了多久，公司那边的人肯定都认出你来了。要不然你还是请假别去公司了。你要是真的必须出门，那你就戴个帽子什么的。没事，反正他也来不了贵城。哎呀，你要是出门，你还是戴上吧，既能遮挡遮挡，还能防晒。一个前男友而已，没必要那么紧张。靳寒夜在那么重要的场合发疯，他一看就是那种脑子有问题的人。而且啊，我跟你说，我可是看了不少新闻，都是什么前男友因爱生恨，干出各种极端的事儿。经理姐，我是真的怕你会被他给缠上，出什么事儿。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虽然他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情，但他应该没有那么极端，更不会做出伤害我的事情，放心吧。可是这份感情应该还是对青理姐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吧。过去就好了，而且青理姐，你看，你都已经从泥潭里走出来了，放下就好。而且你还有我呢，我的家人朋友都会陪着你的啊。如果他要是真的敢来欺负你，我们一起出来保护你。好，谢谢你，思明。曾经那么难熬的日子都过来了，如今我在这里，还有很多愿意护着我的朋友，还有什么是值得担心的呢？青理姐，你看这种情况，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嘛？好啦，我本人都不关心的事。来，喝口茶。歇歇，哎，你看看这些不明真相的网友，怎么还夸起那个靳寒夜痴情了？这也就算了，妈，你又是怎么回事嘛？江青离真是不知好歹，人家堂堂继承人都放下身段了，还躲着藏着有什么意思啊？江青离这就是欲擒故纵吧，把靳寒夜勾得神魂颠倒。大家快找啊！就算是为了奖金，也要把江青离人肉出来。好了，别看了，看也没用。再说了，就算靳寒夜知道我在哪，他也是不会来的。那人家还是很担心你的名誉嘛。再说了，靳寒夜才是那个三心二意、拎不清的渣男。哎，有反转。反正靳寒夜已经害得我快破产了，哼！我今天就来告诉你们真相，你们都被骗了。首先呢，江青离真的是个好姑娘，你们都骂错人了。之前靳寒夜因为前女友失了名，是他一直默默在他身边陪了7年，让他走出阴霾，甚至为他还求来了神医让他复明。不过，靳家看不上江青离的出身，不让他进门。哇，如果这是真的，那江青离也太爱了吧！是，一开始呢，靳寒夜还算护着江青离，俩人也算恩爱。可惜呀，刘念生回来了，就是靳寒夜的那个前女友。白月光剧情出现了。我不信我们靳少爷为了白月光抛弃救命恩人。最开始我们也不相信，
毕竟晋寒夜失明以后，尤念生就抛弃他跟别人在一起了。那又怎么样啊？人家随随便便掉2滴眼泪，就让晋寒夜没脑子的和人家领了证，嘿，还妄图瞒着江青离，人家陷害江青离，而你们口中那位痴情到骨子里的男人，却护着前女友，折腾江青离啊！这不把人家折腾跑了，嘿，还不知所踪呢，现在活该。确实活该啊！可是以德报怨，忘恩负义，难怪人家江青离要跑呢。回来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呀。你们这群网友也是傻啊！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还以为有多深情呢？啊，深情到和别人领证，深情到让别人怀他的孩子。啊，后来事情闹大了，嘿，把孩子打了。亲手把前女友送到一个老变态床上，嘿嘿，笑话了我就。我靠，这简直是道德败坏啊！有没有人来管管啊？这种人怎么配的？那咋了？再怎么说人家也是个高富帅呢，怎么就不能是真爱啦？好，哼，你们这么喜欢，祝你们也找到晋寒夜这样的真爱。啊！一个个骂起我来了是吧？如何与众？不是让你去蹭热搜吗？怎么一点用都没有？靳总，我们已经撤得很快了，但是网友们的手速也挺快的。骂，无所谓。不重要了，骂吧。重点是，江青离的消息有了吗？啊？之前吧，就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讲。是有几个网友联系我们，说是有消息来着，但是……然后你快说呀！但是因为直播间那个事情。他把我们骂了一顿，也没有给消息，就拉黑了。李川是吧？去找之前那几家公司，李家的下一次投标，不允许他们入围，我砸钱赔他。不行啊，靳总，您之前因为文之的事情针对李家。已经用超低价毁了他们好几个标了，靳氏的资金流已经很危险了，而且我听说李家已经开始准备报复了。去办，别让我再说第2遍。是。阿离，你到底在哪里啊？谁啊？说话！你想知道江青离在哪儿吗？你想知道江青离在哪儿吗？你有阿离的消息？当然，但是有条件的。多少钱都可以，马上告诉我。想知道的话，来这个地址。就是这里了，马上就可以知道我的阿离在哪里了。
金寒夜，这是你逼我的，这不要怪我鱼死网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又失明了？阿离，阿离，你在吗？阿离，你快来陪我呀！阿离，江经理，别吵了！还以为自己是大少爷呢。你出车祸了，医生说你的眼睛是彻底失明了，这辈子没有复明的希望了，懂吗？吵有什么用？不可能，我不可能会失明的。你快去找阿离，让他请当年那位医生过来，快！闭嘴吧你！夫人发话了，你只要活着就行，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去死，别出现在公众面前了。什么意思啊？你都瞎了，这辈子好不了了。在你们这个圈子意味着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尤念生，尤念生，是我。阿姨把我从那个变态手里救出来，说让我好好陪着你。毕竟，你还是他的儿子啊。静寒夜，真好啊！像我们这样的货色，就应该一起下地狱。青梨姐，你去年说要去旅游，那今年总该跟我一块回家过年了吧？今年也不了。啊？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都很想你的，而且最想带你回家过年的应该是我弟弟吧？你还说，早知道当初你要介绍给我的帅哥是你弟，我可就不见了。那咋了？弟弟虽然年纪小了点，但人还是很成熟的嘛。你就说弟弟行不行？行行行。不过今年我确实有安排了，我要回一趟首都。什么？你要回首都？那你就不怕再碰到那个金寒夜，被他给缠上啊？应该没那么巧吧？听说晋氏集团这2年快破产了，负债缠身，他应该没空管我的事情。那你还会回来的吧？当然啦，你忘了，我才开了自己的工作室，事业正在起步阶段，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放弃啊？还要谢谢你，还有你爸妈帮了我这么多。哎呀，这些都是应该的小事儿。我这一次就是去办一些手续，今后我打算在桂城定居了。真的？哦耶，太好了，星星，我爱你，你永远是我的姐。啊，还有就是，我这些年也攒了一些自己的积蓄，用自己的钱买了房，开了工作室。我在想，是不是要把静寒夜妈妈当年给我的钱还回去？哎呀，你是不是傻呀？你都任劳任怨的照顾一个失明的人那么久，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你还什么还啊？也是，那就笑纳了。
回来。这次回来看到你们都成家结婚，我心甚慰。我们看见你才欣慰呢。没了金寒夜这几年，我们小青离看着气色都变好了，这小脸蛋儿倍儿红润。哎，你们听说了吗？季寒夜好像快不行了。季寒夜好像快不行了。这些年我一直忙着工作，还以为静寒夜会慢慢放下，逐渐走出来，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现在听来，他貌似过得非常凄惨，甚至性命堪忧。这件事情我也听说过，青离。不过你说过不想再知道有关于他的事，我就从来没有跟你提起过。毕竟这也算一件伤心事。什么伤心事啊？也是他自食恶果。当初为了永念生这么对青离，后来又开始发疯，结果啊，被他兄弟撞得彻底失明，人也废了。那个继母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永念生去陪护他。反正啊，人是吊着一口气，但也被折磨得够呛。永念生，我都快想不起来这个名字了。想不起来才好呢，都是过去式了。就是，青离，你在贵城有没有谈什么新对象啊？有啊，谈了一个，是室友的弟弟。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性格还挺成熟的。喂，青离姐，是我手机没电了，先用一下朋友的电话。是思敏啊。哎，姐，你在首都还顺利吗？你什么时候办完回来呀？我妈做了你最爱吃的那个果酱，你回来我给你送2瓶。马上就回来。那你有没有碰到那个渣男呀？应该没人找你吧？没有啊。姐，青离姐，你还在吗？啊，在。你刚刚说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想问问你，首都冷不冷？天气怎么样？天气挺好的，像我那年离开时的模样。